大家好，比特币2年之前 20K、15K 的底部带粉丝朋友们抄底或者是 all in， 当时有很多空头嘲笑美联储在加息，傻子才认为比特币会涨。现在2年过后，美联储要降息了，海水即将泛滥，又有很多空头家人们认为美联储降息，比特币会跌。我不知道这种言论的你到底赚到钱没有。反正这一次 49K 到 57K Discord 群再通知的几笔做多的利润，我还是继续选择赌大长线哦。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，感谢点赞订阅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，或者也可以用我们 OKS 邀请链接注册交易，返佣 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对比下方的这个全球流动性指数哦，因为都知道美联储后面要开始降息，那历史上如果是在降息或者是全球流动性宽松，特别是海水泛滥的情况下，资金那么多，肯定会有一大堆的资金会流到一些风险资产哦。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或者是为什么当时在2022年 20K包括当时跌到 15K 也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去抄底，因为全球流动性在下降，整个市场你要反着去操作哦，不是所有的人都在赚钱，或者大部分的人都在悲观的时候，你反而应该要冷静，或者是跟着主力，就是逆向去买入比特币。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如果我们观察比特币从顶部的位置到这个 15K 的底部，顶部到底部一般下跌365天，有可能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底部。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把这个时间拉到2018年的顶部到这个位置2019年的底部，下跌的时间也是同样365天，1年的时间啊。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全球的流动性，在熊市里面也是因为受到流动性的影响，它可能下跌。那你在下跌，整个市场在恐慌的时候，要怎么赚钱啊？就是要反着市场来操作。整个市场都在看空，或者是一大堆看空言论的时候，那你反而应该要冷静，或者是就应该去抄底。包括我们可以看一下比特币在2014年的熊市，从顶部的位置到接近这个底部的位置，时间也是非常接近，或者是365天。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包括下方的这个全球流动性的这个指数啊，它在熊市里面流动性如果在下降，有可能在下跌的市场，你等到非常低的位置去抄底，或者是 all in 以后，那我们观察历史的几个底部，比如说2015年涨到这个位置，当时这个全球流动性指标感觉也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箱体，或者是后面流动性开始上升，全球资金泛滥，海水不断在往上涨的时候，有一些资金要流到哪里去，那就对整个风险资产它会有一个很大的助推作用啊。你看到这种流动性在上升的时候，还要去看空吗？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2019年的当时这个位置，也是一样，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一个底部，后面疫情崩盘以后，美国那边利率是直接，特朗普我记得是直接降到0啊，0以后可以看一下全球或者是流动性泛滥，海水不断往上涨的时候，就会助推整个风险资产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就目前的整个环境，或者是这个位置也是非常明显，感觉像是一个矩形，而且流动性目前是有在上升，或者是有可能就是9月份会不会开始降息，包括今天晚上亚太时间22点的时候，也要去关注一下鲍威尔在全球央行年会上的讲话，有没有可能会开始放鸽子。如果后面开始降息，当然我的观点，短线有可能它会提前预期操作，如果短线有时候涨高的，有可能降息，短线跌一跌是情理之中，但是整个大长线你应该去参考这种周期啊。流动性如果开始往上，海水开始泛滥，我的观点是海水泛滥。为什么我有新资金也是继续做多比特币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包括这个链上金鱼的数据也是提醒了有一段时间，持有100枚的主力金鱼最近是一直在流入，或者是有可能就是在买入啊。
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整个比特币的价格，日线的价格，包括8月22号刚刚这一根 K 线虽然是下跌的，但是持有100枚的主力金鱼在这一根 K 线收盘的时候，它也是继续买了2300多枚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整个日线的结构，之前形态是变来变去啊，到现在感觉是很明显，应该就是一个上升三角的结构。那上升三角的结构，以往的经验大概率有可能是会往上突破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至于这个位置为什么还是在盘整哦，除了一个 62K 是一个压力外，整个中线我们要去留一下，就是 63K 附近也是有一个压力区。不过如果下一步把这整个100多天的大箱体 63K 都突破的情况下，我是希望空方的一些家人们，你要转变思路啊，有可能这个位置只要站上，后面的行情会非常的大，所以不宜再看空比特币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订阅我们。